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呆萌財頻道。這2年日股火熱，1年、2年的回報超過納指，3年的回報呢超過了標普500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日經225指數及其國內跟蹤 ETF， 也就是華安日經225 ETF 513880。那麼與納指100和標普500的市值加權不同，日經225採用獨特的價格加權編制方式，由日本經濟新聞社負責維護和調整，帶有一定的精英選股色彩。日經225指數呢，創建於1950年，是日本歷史上最悠久的股票指數，包含了225只来自東京證券交易所 Prime 市場的股票。指數的核心編制原則呢，包括4點。第一點呢，是流動性優先，它選擇成交活躍、市值較大、流通性高的股票。第二點呢，是行業平衡，按6大行業類別，就是技術、資本財、消費、素材、金融、運輸以及公共事業這6大行業類別來分配成分股數量，確保行業代表性，而非完全按照市值。第三呢，權重限制以及價格加權。它在2022年引入了 10% 的上限規則，單只股票權重不得超過 10%。若在審查日某股票權重超標，則在定期調整時應用價格調整因子限制。比如訊銷愛德萬測試曾觸發該規則，防止單一股價過高過度主導指數。同時呢，日經225採用價格加權，類似道瓊斯指數，而不是納指100和標普500常用的市值加權。股價越高的股票呢，對指數的影響越大，也類似於道指，這使得高價科技、半導體股如愛德萬測試、東京電子權重顯著。指數也採用除數動態調整機制，處理拆股、成分股變更等事件，保持連續性。它也進行人工干預。與道指類似呢，日經225的編制也存在一個日本經濟新聞社指數團隊，負責最終審核和決策。最終哪些股票被納入或者剔除，需要人工判斷行業代表性、整體平衡等定性因素，不是純算法自動跑出來的。與完全被動、市值加權、純量化篩選的指數不同，日經225有較多的人為管理痕跡。而且與標普500相比呢，日經225更注重代表性藍籌和價格影響力。科技股，尤其是半導體、電子元件等，當前權重突出，指數容易受單一股票波動影響。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看日經225的前10大持倉的特點。首先是科技主導，前10中半導體科技相關公司佔比極高。比如愛德萬測試、東京電子、軟銀、TTK、Kisha 等，反映了 AI 以及芯片週期對日經的強驅動。前10大權重合計大約是 37.16%， 集中度比較高。然後呢是消費與材料，訊銷和信越化學提供了一定的分散度。接下來是凱霞控股。作為存儲芯片的代表，它已經在2026年4月納入日經，並快速進入前10。凱霞控股的前身是東芝的半導體部門，目前是全球 NAND 的閃存龍頭，與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合稱存儲3巨頭。那麼國內追蹤日本指數的是日經225 ETF 華安，代碼是513880。成立於2019年6月12日，規模是 22.02 億人民幣，業績比較基準，為100%經匯率調整後的日經225指數收益率。這是一支 FOF 基金，本身不持有股票，持有 95.53% 的30发行的日股 ETF。
现金比例呢是 8.5%， 同時持有少量的日股期貨 NK2606 進行對沖。因為 FOF 主要持有 ETF， 連指數都不用複製。華安日經的費率較低，管理費是 0.2%， 托管費 0.05%， 總計 0.25%。持有的日股 ETF Maxis Nikkei 225 ETF 的費率是 0.132%。2026年一季度報顯示，在將近7年的時間，跟蹤偏離度是 2.63%， 跟蹤效果呢很優秀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看一下華安日經225 ETF 的回測吧。日本市場呢最近5年表現亮眼，成立於2019年的華安日經呢生逢其時，完整吃到了日經的這波漲幅。1年和2年累計回報超過納指，3年累計回報跑贏標普500，5年累計回報僅落後於納指和標普。為了使比較更加直觀呢，我們用人民幣累計價的累計回報進行比較。近1年呢，華安日經 52.2%， 超過國泰納指的 32.4%。近2年呢，華安日經 59.61%， 超過國泰納指的 54.88%。近3年呢，華安日經 74.29%， 超過博時標普的 70.99%， 僅次於國泰納指的 97.96%。近5年呢，華安日經 71.67%， 落後於博時標普的 91.31%， 國泰納指的 128.55%。然後呢，我們再看一下成立以來的數據。華安日經成立以來呢，也就是2019年6月12到2026年6月4日，累計回報是 106.5%， 年化回報 10.96%， 最大回撤 29.83%。同期呢，國泰納指的累計回報呢是 286.32%， 年化 21.37%， 最大回撤 30.03%。博時標普的累計回報是 163.91%， 年化 14.92%， 最大回撤 32.95%。所以接近7年的數據的結論是，5年以上呢，用人民幣計價的話，日經225指數跑不贏標普500。長期以來呢，日股呢如同死水一潭，估值常年處於迫近狀態。直到2022年的疫情期間呢，90歲高齡的股神巴菲特通過伯克希爾突然宣布大舉買入日本5大商社，這一逆向操作呢，震驚了全球資本，成為外資重返日本的重要信號。巴菲特對5大商社的持股經歷了幾輪加倉，2020年的首次披露時，各家均超過 5%，2023 年年中增持至 8.5% 以上。到了2025年3月的最新監管文件披露呢，巴菲特再度批量增持，目前具體持股的情況是：三井物產 9.82%， 三菱商事 9.67%， 丸紅 9.3%， 住友商事 9.29%， 伊藤忠商事 8.53%。他此前呢已與5大商社達成了財團共識，持股上限最高可達 9.9%。在2025年伯克希爾股東大會上，巴菲特更是語出驚人的表態，預計未來50年都不會賣出日本5大商社的股票，成為了日股最堅實的長期超級大股東。受價格指數規則的影響呢，雖然5大商社在日經225指數中直接權重不到 5%， 但在東證指數以及外資風向標中卻有着舉足輕重的統領地位。為了配合外資的湧入呢，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在2023年3月推出史無前例的改革。他要求上市公司重視資本成本和股價管理，特別是市淨率持續低於1倍的公司必須披露改善計劃，包括具體的舉措和進展，否則呢就會面臨退市風險。這項被民間戲稱為恥辱榜的改革，逼迫日本鐵公雞企業們開始瘋狂回購和分紅。這項政策極大推動了日本企業的回購、分紅和提升 ROE 的浪潮。從長周期來看呢，日經在1989年12月29日創出新高
138,915.87點，這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前的歷史絕對高點，也是失去的30年的起點。從此以後進入漫長的下跌，2028年金融危機時最低跌破了7000點，觸及泡沫破裂後的歷史新底部，直到2024年2月22日，指數才徹底打破尘封34年的記錄，創出新高，走出了大家常說的失去的30年。而到了2026年6月3日呢，在 AI 浪潮的狂飆下，日經指数更是一舉突破大關，創下了68795點的歷史新高。由於华安日经的成立時間不到7年，我們用美股 EWJ 去模擬日经225的長期回報，并與納指 QQQ、標普 SPY 做一個長期的對比，均是用美元計價，這樣可以避免匯率的干擾。那麼從表格中呢，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 EWG 的10年年化 9.09%、20年年化 3.79%、30年年化 2.51%， 最大回撤 60.95%， 周期越長，與納指和標普的差距越大。納指 QQQ 的10年年化 21.11%、20年年化 15.81%、30年年化 13.9%， 最大回撤82.97% 呢，高於日经。標普 SPY 的10年年化 15.27%、20年年化 11.05%、30年年化 10.31%， 最大回撤 55.14%， 小於日经。那麼相比美股的长盛，日本市场則是著名的失去的30年。跟蹤日本市场的 EWG 呢，30年年化 2.51%， 這不到 3% 的微薄正收益還來得極為驚險，它幾乎完全得益於近5年的起死回生。最後呢，總結一下，國內跟蹤日經225指數的華安 ETF 跟蹤效果優秀，費率低。日經擺脫失去的30年，近5年走出泥潭，主要依靠外資湧入、強化分紅以及科技股的浪潮。比如日經225中，科技半導體經佔比 40% 左右。同時，日經使用價格加權，也使高股價的科技股更容易進入指數，比如明星存儲股、凱霞控股。然而呢，這些階段性的明星市場的爆發，本質上依然是美國科技創新的衍生品。日本的存儲半導體的高光時刻，都高度依附於硅谷巨頭們，比如英偉達、蘋果、微軟的訂單週期。當 AI 浪潮處於爆發期的時候，處於供應鏈上游的日股股市會表現出極高的彈性，甚至漲得比美股還要猛。但是一旦週期見頂，它們的跌幅同樣會令人心驚肉跳。如果我們跳出短週期的狂歡，拉長到10年、20年、30年的真正長牛視角，結論是非常殘酷的，也就是日股無法戰勝納斯達克100、標普500。好啦，本期節目就到這裡啦，歡迎大家關注、點讚、分享、充電呀，我們下期再見。